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给大家带来街机平台的轻版动作游戏《罪恶战士2代》。这款游戏可能一些小伙伴在模拟器里搜《罪恶战士》是找不到的，因为有的模拟器管这款游戏叫做《复仇战士》。之所以产生这样的现象，是因为官方也在刻意淡化两部作品之间的联系。其实本作还有一个精神续作，就是之前经常给大家录制的《暴风小子》。《罪恶战士初代》发售于1989，本作1991，《暴风小子》1993。三部作品都是科乐美发行的，但是《暴风小子》之后，科乐美就很少做这种轻版的动作游戏了。因为到了90年代的中后期，轻版动作游戏的风潮就过了。不只是科乐美，就连动作天尊卡普空也大大的减少了轻版动作游戏的数量。大家注意我的血量，刚才直接是掉了一半，被一个小兵一套连断。关键是最后一脚可能是踢得太狠了呀，直接攻我的中路下盘。这里来到了第一关的 BOSS 战，第一关的 BOSS 叫做布拉凡多，他的血条在屏幕的下方。这款游戏的流程一共是6关。其实主线的剧情流程5关就结束了，第6关加了一个 BOSS Rush， 把前5关出现的6个 BOSS 两安排一起登场，难度比较高。你从这点上也能够看出来本作和前作的联系。因为《罪恶战士初代》最后也是一个 BOSS Rush， 但是初代的难度比2代要高多了呀。我记得这款游戏我是第2次给大家录制，上次录制的时候也是录制了 BOSS Rush 的环节，但是我2次录制《罪恶战士1代》都没有录制 BOSS Rush， 因为打不过，难度太高了。毕竟是一款1989年的作品，年代过于久远，导致游戏太硬核了。我上次录制《罪恶战士2代》的时候，使用的是一个2人的机台，这次使用的是一个4人的机台。二者还是有一定区别的，最直观的就是咱们的血条减半了。虽然耐久度没变，但是现在变成了8滴血。2人的机台是16滴血。另外，像这种4人机台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我现在玩的是3匹。为什么没有选择1匹呢？因为小黄这个角色就在3匹的位置，4个人的机台你是不能手动选择人物的，你选择的人物是和你的位置绑定的。其实这款游戏的日版和美版、世界版也有区别，有更多的擦边元素，所以我就没有录制日版。毕竟我是一个正经人啊，读春秋的。本作的各种木箱、油桶，还有燃烧的桶，这种可投掷的道具非常多。另外还能够捡到匕首、酒瓶、木棍、锁链。以及最好用的砖头。
还有枪。枪的子弹有限，但是攻击力很高。砖头的攻击力也很高，但是砖头只有一发，扔了就没了。这里打的是第2关的小 BOSS 战，奥苏吉。第2关是2场 BOSS 战，这样的话前5关一共是6个 BOSS， 正好到了后面的 BOSS rush 环节，给咱们安排3组，每组2个 BOSS。2代比初代毕竟还是有进步，可选的4个角色特点也算分明吧。最主要的攻击动作就是 A、B 不太一样。本作没有跳跃键，只有拳和脚。拳和脚一起按就是特殊攻击。特殊攻击分2种，一种是原地的，一种是推着方向的。这2个动作，每个可选角色是不一样的，性能也略有差别。4个可选角色分别是红色的布拉德、黄色的布曼，也就是我现在使用的这个角色。还有蓝色的霍克以及绿色的布莱奇。我手里这个箱子是回血道具，我把它扔到这儿，本关的首关 BOSS 我就可以利用这个回血道具了，而且这个血量回的还是比较多的。锁链这个道具也比较好用。对付一些 BOSS 有奇效。这里打的就是第2关的首关 BOSS 林克。大家注意，我玩的不是塞尔达呀。这个家伙可能是本作体型最大的 BOSS， 有的时候它是有霸体效果。每次他突然一个张开双臂的动作，就是要跳了。这个时候咱们用拳平 A 可以把他的跳跃封住，不然被他做一下还是非常疼的。这里又被抓走的妹子叫做凯特，她是小兰霍克的妹妹。这款游戏严格来说，剧情不是英雄救美，因为主人公4个人也成立了一个组织，叫做眼镜蛇。大家听一下，这个组织的名字就不像是好人啊。对面打的这个组织叫做绝境帮。可能是这2个组织对于地盘之类的起了冲突，所以绝境帮就抓走了眼镜蛇帮小兰霍克的妹妹凯特，然后这4个人就去救。路边还有一个妹子啊，我去谈一下生意啊，结果她跑了，过分啊！我能把你怎么样啊？真的是买卖不成仁义在。对面穿皮衣的这个妹子让我想起了忍者蛙与双截龙。第3关有这样的角色，手里的武器也是鞭子，但可惜这个鞭子掉了，我没捡起来啊，感觉损失大了。棍子的攻击效果看起来比鞭子强烈。鞭子抽中对手，对面只是倒地，但是棍子打中了，直接就飞出去了。这个家伙突然把风衣给敞开了，
我还以为他要给我展示什么呢，或者是他是卖盘的呀？结果是扔出了2个燃烧瓶，和我想的不太一样。有2个回血道具没有捡到，这直接把桶套到头上了。这款游戏一共是3个回血道具，小、中、大。终于是捡到了一个鞭子，鞭子攻击距离比较远，可以说哪都好。不好的地方就是本作的这些道具都是有耐久的。这个门我可不可以进啊？我去看一下。哎，又吓跑了一个妹子。我记得我出门带钱了呀，而且是现金啊，纸币。养成良好的习惯，一定要使用现金。这些杂兵都很脆，一下子就没了。这个家伙又来卖盘了。我刚要试试能不能进那个店啊，他把自己烧了，而且烧了2下。看起来这个货算是一个精英怪了啊，非常抗打。这个杂兵的匕首应该能抢下来，匕首的性能也不错。初代的话只有3种攻击道具，一种是匕首，一种是棍子，还有一种就是枪。砖头直接秒了一个。这里就是本关的 BOSS 战所在地。游戏的 BOSS 最难的应该是第5关的 BOSS， 也就是最终 BOSS， 其次就是本关的了，比第4关的都难，因为它是2个，一对兄弟，叫做鲁德兄弟。比较难对付的是小个子，这个非常灵活。咱们把大个子的打倒就可以过关了。我不大确定在这里能不能把小个子的打倒，但是后面 BOSS Rush 的环节，这个小个子的是能够打倒的。是否快速的把它干掉，也是能否通关的关键。BOSS Rush 的时候，小个子的血量不多。好的，打完，过关了还踢我。那好，本期时间差不多，就先给大家录制到这儿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。